大家好，我是橘子。现在的人们越来越注重养生了。今天做一个不用和面又营养丰富的包子，下面看看是怎么做的吧。做包子馅要选择这种老豆腐，老豆腐的水分少，而且口感很香。把老豆腐给它压碎，再准备3个鸡蛋打在碗中，用筷子搅散。把鸡蛋液和豆腐混合在一起，用筷子搅拌均匀。接下来起锅烧油，油热之后把豆腐放进锅中，用铲子先把它摊平，这样反复翻面煎制，直到把里面的水分全部都煎出，煎到金黄色，像这样子的状态，放在大盆中，用筷子给它摊开，干凉备用。一把韭菜洗净之后沥干水分，再切成韭菜碎。豆腐晾凉之后，把它放进里面。再准备1根胡萝卜，洗净之后先擦成细丝，再用刀剁碎，也放在盆中。先往里面加入适量的香油，用筷子搅拌搅拌，给馅料都裹上一层油膜，这样在预盐之后不会再出水。接着往里面加入13香、麻辣鲜、1勺蚝油。忘记加盐了，再加1勺盐。把所有的食材都搅拌均匀，做成馅料，放在一旁备用。再准备1摞饺子皮，3张为一组，放在案板上，用擀面杖把它擀一下，两面换着擀，这样才能够薄厚均匀。擀好之后把它分开，包上馅料，打着褶子转一圈，再把口收紧捏合，均匀的摆在蒸屉中，盖上盖子，大火蒸15分钟。我们的包子就蒸好了，皮薄大馅，口感鲜美，营养也是非常的丰富。这样可以直接拿着吃，也可以搭配自己喜欢的料汁蘸着吃。这个馅料用到的食材营养都是非常的高，喜欢的小伙伴赶紧试试做吧。喜欢就关注我吧。大家好，我是橘子。老公想吃包子，今天就做包子吃。260毫升的温水中加5克酵母、5克白糖，搅拌融化之后倒进面粉中。260毫升的温水加在1斤的面粉中，和出来的面团软硬适中，用来做包子非常的合适。搅拌成絮状之后，再下手揉成面团。做发面的面团不需要揉得特别的光滑，像这样子软硬度适中就可以。因为现在的气温低，我们可以准备一盆温水，水的温度大概是5到60度左右，把面盆放在上面，盖上盖子，这样可以快速的醒发。今天包子的馅料是萝卜馅的，把萝卜洗净之后削去外皮，再擦成细丝，加上适量的盐，抓拌均匀，腌制10分钟。趁着腌制萝卜的时间，准备1把小葱，洗净沥水，再切成葱花。腌好的萝卜出了很多水，把水分挤干，然后放在盆中，把葱花也放在里面，再加入1勺麻辣鲜、2勺辣椒油、1勺蚝油。如果家里有香油的话，可以加入一些香油，如果没有香油，可以加入一些酥油，搅拌均匀备用。面团发好之后，里面会有很多的小气孔，像这样子就是最好的状态。案板上撒一些干面粉防粘，把面团放在上面，反复的揉搓排气，这个气体一定要排干净，然后再搓成长条。再下均匀的剂子，把剂子再整理一下，然后按扁，擀成中间厚边缘薄的面片，像这样子就可以啦。然后包上调好的馅料，沿着边缘打着褶子转一圈，一个包子的胚形就做好啦。放在案板上盖上纱布，再次醒20分钟。20分钟之后，我们在篦子上刷上一些油防粘，
把包子均匀地摆在里面，中间要留有一点空隙，盖上盖子，大火蒸20分钟。关火之后一定要焖5分钟再打开盖子，因为热胀冷缩的原理，避免塌陷。这样做出来的包子比肉包子还要好吃，还要受欢迎。如果你喜欢，也试试做吧。我是橘子姐，每天分享懒人饭食谱。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关注我哦，谢谢您的支持。大家好，我是橘子，今天用面粉做好吃的。首先在盆中放500克的面粉，加5克酵母，再加少许的白糖，促进面粉发酵。用260毫升的温水边倒边搅拌，搅拌成絮状之后，再下手揉成面团。因为不同牌子的面粉，它的吸水性不同，所以和面的时候可以酌情调整水的用量。最终和成一个稍稍偏软的面团，盖上盖子，醒发至2倍大。3个鸡蛋打在碗中，用筷子搅散，放进油锅中搅成鸡蛋碎，然后铲出放凉备用。这个是我提前泡好的粉丝，洗净之后沥干水分，放在盆中，用刮板把它压碎，压成这样就可以了，放在一旁备用。半颗包菜，把它切碎，然后再洗净沥干水分，和粉丝放在一起备用。一把小葱，洗净之后沥干水分，切成葱末，也放在盆中备用。这个东西在我们当地叫马馔子，不知道别的地方叫什么。把它弄碎放在盆中，放马馔子可以使馅料更香，同时还可以吸取其他食材的水分。鸡蛋碎晾凉之后也倒在盆中，再加1勺盐、1勺麻辣鲜、1勺蚝油，再淋一些香油，用筷子把所有的食材都搅拌均匀，做成馅料备用。面团醒好之后，里面会有很多的小气孔，像这样就是最好的状态。案板上多撒一些干面粉防粘，把醒好的面团放在上面，反复的揉搓，排一下里面的空气。这一步要尽量多揉一会儿，把面团揉至光滑细腻，大概需要5分钟左右。然后在面团的中间切上一刀，再把它整理成长条，下均匀的剂子，把剂子再整理一下，用手按扁，擀成中间厚边缘薄的面片，放上刚刚调好的馅料，然后打着褶子转一圈，一个包子的生胚就做好了。篦子上刷上一层油防粘，把包子均匀地摆在篦子上，盖上盖子，再次醒发半个小时，然后开大火蒸20分钟左右。焖5分钟之后再打开盖子，一锅热气腾腾、香味十足的包子就做好啦。虽然是素馅的，但是非常的好吃。如果你喜欢，也试试做吧。